早不跳晚不跳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娘怎么办？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魂归来兮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造孽啊！我这农学专家到底是有多倒霉，才能在做实验时看到仪器爆炸，还穿到这个鬼地方？原主是不受宠的相府嫡女，母亲早逝，从小被姨娘和庶妹搓磨，还被逼嫁，这才选择跳湖了结生命。更糟糕的是，原主跳湖后身体机能严重受损，我的灵魂和她的肉身根本没法融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检测到宿主与原主灵魂契合，神农空间绑定中，积分商城同步激活。宿主好，我是菜宝，现在宿主灵魂离体，可以用空间的灵泉水修复肉身，完成灵魂融合哦。积分，灵泉水，不管了，先活下去，要不然一会儿魂飞魄散了。菜宝，快用灵泉水帮我修复吧。小姐，你醒了。就算半只脚踏上孟婆桥，我也能把你拉回来。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嫁给晋王，别想着再寻死。是吗？你就那么确定，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活人，而不是鬼？有鬼啊！我让你们做贼心虚，吓不死你。有影子，不是鬼。好啊，你个小贱人，还敢装鬼！娘，他居然敢打我！你个贱蹄子，还敢动手打柔儿！来人，给我打死这个祸害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老爷，你可算来了！嫁给靖王这么好的亲事，这丫头居然不领情，我正替你管教她呢。清渊刚从鬼门关爬出来，身子还很弱。你们这样拉扯打骂，是想让他再死一次，让丞相府背上杀女的罪名吗？等等，搞错了吧？原主这渣爹向来不待见他，平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今天这是被夺舍了？可是，总不能真让轻柔去北境那鬼地方受苦吧？清渊也是我的女儿，嫁不嫁得看她自己的意思。清渊，你刚醒，先好好歇息，此事日后再议，还不退下！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春桃，跟着他们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。老爷，万一苏清渊不肯嫁，难道真让轻柔去北境受苦？更重要的是，那靖王性情暴虐，落了残疾，脸也毁得不成样子，看着都吓人，谁家姑娘受得了啊？婚期将近，若是青鱼再寻短见，皇令难违，我更保不住轻柔了。你先好生哄着，他耳根子软，兴许就同意了。实在不行，趁他放松警惕，直接迷云绑上花轿也不迟啊！谁？放开我！你来处理吧。贱丫头，还敢偷听主子说话！你们这么算计我家小姐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还敢顶嘴！给我好好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先给我拖进柴房，等天黑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扔去乱葬岗。这丫头怎么还没回来？不好，定是出事了。小姐，快走，不要嫁到北京。春桃，还好都是些皮外伤，喝下灵泉水之后已经好多了。成功救治春桃，积分加100，解锁高级2种。对不起，小姐，都怪我太笨，才会被他们发现。他们是想让你放松警惕，自愿嫁给靖王，千万不能去啊！好好好，我们不去。比起这个，眼下有更重要的事。什么？给你报仇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小姐，反正我已经没事了。不能算了，差不多了，开始行动。谁？老爷，你听错了吧？还我命来！谁在捉神弄鬼？我
我是刚被你们打死的春桃啊！老爷这就不认识我了吗？春桃，谁让你把人打死的？我不知道呀。春桃一个人在下面好寂寞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多给你烧些纸钱好不好？是老爷下的令，你找他呀，别找我！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小姐好厉害，老爷和柳眉娘真的狗咬狗了。眼下他们心生嫌隙，应该暂时顾不上找我们麻烦。没想到积分商城连薇娅都有，这也太无敌了。小姐，你刚才是怎么飞起来的呀？好神奇！看来菜宝和系统的工具只有我能看见。我跳湖之后，在地府遇见了一位老神仙，他教了我几招厉害法术，千万要替我保密啊，春桃，不然你家小姐会被当成妖怪抓起来的。折腾半天都有点热了，菜宝，帮我兑换一个空调吧。宿主，您的积分已经用完了，可以做任务获取新积分哦。北境开荒，奖励10000积分。土壤改良和农耕都是我上辈子最擅长的专业，难道嫁给靖王是冥冥之中的天意？春桃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嫁给靖王，去北境。小姐，你疯了！你家小姐清醒得很，相府的日子你也看到了，指不定还有多少事端。嫁给靖王，说不定还能落个清净。有了积分，又有灵泉水，不管那靖王是什么样子，我总能好好活着。可是，等咱们到了北境，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好，我都听小姐的。不过走之前还得敲诈笔大的。清渊来了，我可以嫁给靖王，但有2个条件。你说，只要愿意嫁，姨娘都依你。我要1000两黄金的嫁妆和春桃的卖身契。那丫头不是不见了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了什么，我只是不想让她的孤魂被困在这府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娘，真的要给她那么多钱吗？不然呢？可是，好了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多出去走动，要是你能早点攀上二皇子，哪还有这么多事？搞定。小姐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就算春桃恢复了自由身，也要一直伺候小姐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对你小姐来说小事一桩。小姐，二皇子到访，请您一见。靖王倒台之后，二皇子就成了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人，这样有权势的人突然要见我，怕是不简单。参见二皇子。你就是我未来的弟媳，靖王被贬北境，已是失势之人，你确定要嫁？能嫁给靖王殿下这样的皇亲，臣女很知足。姨娘也说了，靖王府虽在北境，但奢华得很，更何况北境还有好多珍稀物产呢。殿下，看来这苏家大小姐确实是个没见过世面的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本皇子也不多劝。其实本皇子今日前来，是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北境不比京都，你嫁过去未必有好日子过。若你愿意，日后在北境多留意靖王的动向，有任何消息及时传回京城，本皇子可以保你在北境安稳度日。看来这是想让我当眼线，牵制靖王。臣女愿为殿下效力。好，很好。小姐，二皇子为什么会找你啊？自然是想让我监视靖王。坊间流传二皇子和靖王一直都是死对头，你真的要帮二皇子做事吗？万一被靖王发现，咱们可就惨了。当然是假的，他想利用我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。等到了北境，山高皇帝远，随便糊弄糊弄就行。小姐英明。王爷，相府嫡女苏清晕不日便会抵达北境，她今天和二皇子会过面，想来是他的棋子。是时候会会这位未来的靖王妃了。路上做了不少支线任务，才攒了几十积分。看来还是要尽快去北境开荒种地。停，下车检查。放肆！居然敢掀我家小姐的帘子！敢违抗命令，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！小美人，北境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我乃陛下钦点的靖王妃，你们刻意刁难蔑视皇命，是想谋反吗？退下！瞎了眼的东西，
居然敢拦我们的靖王妃！末将王虎，二皇子早有嘱咐，要让王妃顺利抵达北境，日后还请王妃多多关照。这二皇子为了对付萧绝，还真是煞口心啊！哪里的话，受该劳烦王统领照拂。好说好说，王妃一路奔波，末将这就派人送您去靖王府安顿。烦请通传，靖王妃到了。你就是新来的王妃？正是，劳烦嬷嬷带路。哼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靖王府不比别处，没那么多规矩，府里的杂活都得自己干，别指望下人伺候你。我家小姐可是正经册封的王妃，哪有主子干粗活、下人清闲偷懒的道理？这里轮得到你一个丫鬟插嘴？嫁给靖王的能是什么金枝玉叶？少在我面前端王妃的空架子！你敢打我？不懂尊卑，以下犯上。今天这巴掌是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我不管这王府以前是什么样，但从今天开始，府里的规矩大小事全都是我这个王妃说了算。你怎么还想挨打是吧？要不要我直接让王爷来收拾你？不用了，老奴知错了，王妃饶命。既然知错，就给我安分做事。再让我看到你摆架子糊弄偷懒，绝不轻饶。是王妃。一个不受宠的废物小姐也敢摆王妃架子，看我日后怎么收拾你！小姐，刚才打的也太解气了。这种人最是欺软怕硬，你越是退让，他就越得寸进尺。才来王府一天就要立威吗？坐轮椅还戴了面具，这应该就是靖王萧绝了。见过王爷。我叫苏清渊，以后就是你的王妃了。你先退下。春桃，你先去那边等我，我跟王爷单独说几句话。我如今无权无势，跟废人也没什么两样。你混到我身边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王爷也知道自己现在一无所有，那我能有什么目的呢？你，世人都趋利避害。你怎么可能一无所图？我当然有所求。王爷不知，我在相府日日被姨娘庶妹搓磨，一直无依无靠。嫁来靖王府，不过是想借着靖王妃的身份安稳过日子，再也不受人欺负罢了。方才王爷说我立威，没错，我就是要立威。今天我若是连一个老奴的欺压都忍了，往后府里的下人只会有样学样，个个都敢轻视我，那我嫁来这里还有什么意义？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如果只是这样，为何要私下和二哥见面？他果然没说实话。你只想安稳过日子，倒也简单。我向来喜静，不习惯旁人近身伺候，为免彼此拘束，往后我们分开居住，互不干扰。你管教下人，我不会插手，但也不会替你撑腰。分开住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。毕竟你身残志坚，关爱残疾人，是我应该做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王爷如果不信，大可观察一段时间再下定论。反正我孤身一人，身边亲信就只有一个丫鬟。掀不起什么风浪，不是吗？看着倒是坦荡，可越是毫无破绽，越让人捉摸不透。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我就先回房歇息了。希望你真的不是二哥派来的细作。这儿可比又冷又破的相府偏院好多了。是啊，王妃，我们总算苦尽甘来了。耽误了这么久，明天终于能干正事儿了。什么正事啊？种地，种地，没错。先休息吧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有更多积分才能在这一时安身，希望我上辈子的知识都能派上用场。王妃，我们真的要种地吗？盐碱化严重，保水性差，还缺乏有机质。地里种的都是洗肥洗湿的小麦水稻，根本不适合这里的土质，难怪颗粒无收。这地看着就干巴巴的，长不出粮食。要是能选对合适的庄稼，再改良一下土质，荒地也能长出好收成。哼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以前好像没见过你。看你的打扮，应该是新嫁过来的靖王妃吧？一个金尊玉贵的王妃，哪懂种地的门道？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地，都种不出好庄稼，你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能把地种好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就是锦衣玉食的王妃，
还管起种地来了，真是稀奇。可不是嘛！诸位，话可不能说太满。我手里有特殊的良种，只要按我的方法栽种，7天就能出苗，长势绝对比现在好上几倍。荒唐！天底下哪有7日就能出苗的种子？你纯属异想天开。既然您不信，那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我选3分地，明日播种，7天之后见分晓。若是不出苗，我以后绝不插手田里的事。要是长出来，往后北境所有农日都得听我安排。赌就赌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播种、浇水、施肥，样样都要人。眼下我们很缺人手，可咱们一时半会儿去哪找靠谱的人手啊？王妃，麻烦您去正院一趟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您过去就知道了。昨天才刚收拾他，今天又来作死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做了亏心事还敢大摇大摆回来，老奴真是佩服王妃。王爷不是说不会给我撑腰吗？怎么过来了？随便看看戏。说吧，今天又闹的哪一出？我就直说了，王府库房的账目从来没出过差错，偏偏王妃您昨天刚入府，今天就少了50两银子。所以，你是怀疑我偷了王府的银子？我们昨天才刚进府，连库房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偷东西？空口说白话可没用。王妃要是真的清白，就让我们去您院里搜查，要是搜不出来，我当众给您磕头赔罪。他这么笃定，肯定已经提前把银子藏进我院里了。不用搜，我身为王府主母，就算动用了府中银两，轮得到你一个下人来兴师问罪吗？你刚入府就敢私拿府中银两，日后还不知道要放肆成什么样？这是你的钱吗？占有欲能不能别这么强？王爷，府里开销本来就紧张，老奴一直勤俭持家，才勉强撑住府中用度。可王妃刚入府就肆意妄为，还不知悔改，王爷您可得为老奴做主啊！你怎么解释？你觉得我会看得上区区几十两银子？不可能，我明明打听过了，他在相府根本不受宠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我没猜错的话，那50两银子现在确实在我院里，不过不是我拿的，是你趁我出门找人偷偷放进去栽赃我。我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如果有人站出来指认幕后黑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还有赏银。可要是知情不报，等我查出来绝不轻饶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们自己掂量。你们别被他蛊惑了！我说，我全都交代。是张嬷嬷逼我的，是她让我把银子偷偷放进王妃房间。她管着府里的账目，我要是不听，她就克扣我的工钱。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求王爷王妃开恩。你别胡说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昨天张嬷嬷找我的时候，王五也在旁边，他可以作证。没错，王爷，这件事都是张嬷嬷指使的，小人不敢欺瞒王爷。你们2个居然串通一气陷害我！够了，你是不是忘了王府真正的主人是谁？你平日里那些小动作，真当本王不知道吗？王爷饶命！求您看在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。蓄意栽赃主母，罪无可恕，拖下去上责20，逐出王府，永不录用。我在王府伺候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把我赶出去！你也配提苦劳？平日里半点粗活不干，还克扣其他下人的工钱，院里树上的枇杷果怕是都比你苦。倚老卖老，作恶犯上，本王留你到今天也是格外开恩。你们2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一个残废王爷，一个没人要的弃子王妃，也敢这么糟践我！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的报应不一定生出来，但是你的报应就是我哦。本王妃刚来，本不想与你们结仇，可偏偏有人不安分，上赶着找死。你们都给我记清楚了，往后谁再敢搬弄是非、蓄意挑事，张嬷嬷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谨遵王妃教诲。都下去干活吧。王爷，我想借几个府里的下人侍卫用几天，可否？尽管差遣就是，不用特意来。你忽然要人，是打算做什么？本王只是想摸清府里众人动向，免得有人借机偷懒懈怠。实不相瞒，我和一位老伯打了赌，要改良城外荒地，播种新良种，7日之内让种子出苗。北境这片荒地多年来寸草难生，无人能种活，这场赌约你必输无疑。现在下定论还早，7日之后自有分晓。
我天，这不是妥妥的战损美男吗？带着疤都这么帅，要是没有疤，那还了得？既然王爷认定我会输，不如我们也打个赌。你想赌什么？要是7天后顺利出苗，就算我赢。到时候王爷要如实回答我3个问题，不许说谎。可以，但要是你输了，需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能推脱。一言为定。他倒是比我想象中有趣许多。真的出苗了，才7天，这怎么可能？真长出来了，太厉害了！难道王妃是神仙下凡？这下有盼头了，咱们北境终于能种出粮食了！恭喜宿主成功改良农田，培育新苗，积分加500，解锁简易农具套装，物品已自动存入空间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农具，之后开荒种田就能省心不少。您就是上天派来救我们北境百姓的神女。田老头有眼不识泰山，先前多有冒犯，求神女恕罪。老方快起来，我不是什么神女，只是懂一点种地的法子而已。往后咱们一起努力，让北境的百姓都能吃饱饭。好啊！还真让他种成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谁还来买我的粮？说什么？靖王妃种的地真的7天就出苗了？千真万确，前几天好多人都看到了。二皇子明明让他盯着靖王，他倒好，天天忙着种地，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？王妃娘娘，您不好好盯着靖王，天天忙着种地，就不怕二皇子怪罪？王统领，你只看表面，没看懂内里门道。北境常年贫瘠，最缺的就是粮食，谁能掌控粮食，谁就能稳住民心。你想想，比起贴身监视靖王，哪件事对二皇子来说更有用？原来如此，王妃想得长远，是末将眼界浅了。统领明白就好，接下来还要麻烦统领多调些人手过来，帮我开荒种地。末将一定全力配合王妃。我都听说了，这场赌约是你赢了。王爷消息倒是灵通，是本王小瞧你了。说吧，那3个问题你想问什么？暂时还没想好，先欠着吧。不好了，王妃，咱们的地出事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前几天还好好的青苗，一夜之间全枯了。真是怪事，好好的苗，说枯就枯，老天不赏饭吃啊！好大一股盐碱铝水味，绝对是有人故意泼的。铝水会烧坏庄稼根系，难怪一夜之间全枯死了。这人费尽心思毁掉庄稼，究竟是图什么？我早就说了，王妃金枝玉叶，哪会懂什么种地？前几天那片青苗，摆明就是临时插的现成秧苗，根本活不久。没错，什么改良荒地，根本就是骗人的把戏。是啊，白白让我们空欢喜一场，这不是耍我们吗？唉，本来还盼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，这下彻底没指望了。是啊，太可惜了。各位都是常年种地的老手，都懂庄稼的习性。要是种子不行，栽种方法有错，禾苗只会从下往上慢慢发黄，一批一批枯死。可大家看这片田，一夜之间整片烂根枯萎，这根本不是种苗和种植的问题，是有人夜里偷偷往田里泼了卤水。是啊，王妃说的在理，自然枯死的庄稼确实不是这样的。到底是谁心肠这么歹毒？王妃可不要输不起，张口就说有人搞破坏。我问你，你有证据吗？实话告诉大伙，我确实有证据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土质改良的法子，开荒大田风险太大，便在王府后院的空地辟了一小块试验田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种子，也是一模一样的栽种方法。这件事只有我和春桃知晓。王妃，老天都糊涂了，这试验田跟谁是凶手有什么关系啊？道理很简单，要是我的种子不好，种植方法不对，那王府后院的试验田肯定也会和这里一样，一夜之间全部枯死。但如果后院的青苗长势完好，半点问题没有，就足以证明我的种子和种植手法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这片田地被毁，是有人蓄意为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去王府看看，不就知道王妃说的是真是假了吗？等等，我突然腹中剧痛难忍，怕是老毛病犯了，就不跟大家去了，我先回家歇歇。既然刘员外身子不适，那便自行回去休养，其他人跟我去王府查验真相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各位乡亲，我们也走吧。该死的靖王妃居然还藏了试验田，
只要我把王府的青苗也毁了，就没人能证明它是清白的。刘才，原来真的是你搞的鬼！刚才还捂着肚子说腹痛要回家休养，怎么转头就开始调配卤水了？刘员外，解释解释。不是带人去王府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刚才带头煽风点火，刻意挑事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王府后院根本没有什么试验田，这话是我故意说给凶手听的。你一心想坐实我骗人、不懂种地的罪名，听了我的话，肯定会急着带卤水去王府毁苗。偏偏也只有你，立刻借口身体不适抽身回家。除了你，凶手还能是谁？就算我在家调了卤水又如何？家里的卤水是用来清除院里杂草的，你别想污蔑我。你家院子杂草丛生，根本没有打理痕迹。你要是还嘴硬，那我们便报官彻查，查查你什么时候买的卤水，昨夜深夜有没有出门。真闹到官府，不只是你，你的家人也要被传唤问话。你确定要为了自己的私心连累全家？是我做的怎么样？一个王妃，偏偏要来断我的财路。北京的粮价一直都是我们这些粮商说了算，你非要改良荒地，推广好种子，老百姓要是都能种粮吃饱，谁买我们的粮？我毁庄稼都是被你逼的，我没有错。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让全城百姓继续饿肚子。亏我们之前还差点误会王妃，这刘才的良心彻底黑透了。囤积粮食，哄抬粮价，压榨百姓血汗，本就是奸商恶行。如今你又蓄意毁坏庄稼，阻挠开荒利民的好事，更是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把刘才押去官府，依法定罪惩处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贱民，敢动我！王妃实在聪慧过人，不动声色就揪出了歹人，替我们北境百姓除掉了一大祸害啊！稳定民心任务完成，积分加600，成功解锁农药。太好了，这下好2种新农具和农药都齐全了，以后开荒事半功倍。各位乡亲，虽然这批青苗被毁了，但咱们的地不能荒废。大家愿意跟着我一起重新栽种庄稼吗？我们愿意。王妃为了我们费心费力，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辛苦补种？没错，我也愿意，大家一块上。多谢大家信任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工。春桃，你让人把府里存放的2种农具全都运到田里来，我先和乡亲们过去。是王妃。这些2种都是适配北境土质的高产种子，一会儿我分给各家，再手把手教大家使用新农具栽种的技巧。大家都拿好了。不好了，李大叔晕倒了。见过王爷。灵影，立刻将人轻轻抬到阴凉通风处，速请郎中过来，不得延误。属下遵命。王爷居然认识他？他叫李铁柱，家中只有老母和幼童。去年大旱颗粒无收，他把家里仅剩的半袋粮食捐了出去，接济灾民，是个良善之人。人人都说靖王冷酷暴虐，杀伐无情，或许我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他。别慌，他是连日高强度劳作暴晒缺水，所以体力透支了。他的脉搏已经稳住了，现在只需要多休息。林颖，送他回家休养，从王府直取粮食草药，按月送去。是。这般体恤百姓、心怀苍生的人，怎么可能谋逆造反？当年的大案，难道另有隐情？这些日子他从未向二哥传递任何情报，整天扑在地里。莫非我真的误会他了？他根本就不是二哥的人。咦，他怎么脸红了？那个，天色不早，田间风大日夜，本王送你回府。正好我也有话想跟王爷单独聊聊。春桃，发完2种后，你便和王武他们一起回府。好嘞。王爷，我就不绕弯子了。临行之前，二皇子私下找过我，让我做他的眼线，潜伏在你身边，随时汇报你的一举一动。哦，继续说。当时贾谊答应，一来身不由己，二是北境偏远，我以为他的手伸不了这么大，随便应付就能蒙混过关。可到了北境，我才发现二皇子的势力早就渗透各处，一直敷衍迟早会暴露，所以我必须给自己找一条稳妥的后路。你觉得本王会是你的后路，你就不怕赌错了，满盘皆输？要赌就赌大的，畏首畏尾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之前不确定王爷秉性如何，不敢贸然坦白，但今日亲眼所见，王爷心系百姓，
值得托付信任。与其依附伪善的二皇子，不如站在王爷这边。你倒是胆大通透，只是仅凭3言2语便要结盟，未免太过草率。你既主动交底，本王可以暂且信你，但同盟之事，先不急着定论。可以，不过我需要王爷兑现之前的赌约，回答我3个问题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当年谋逆案的真相，你身上伤痕的来历，还有你折服北境的真正打算。这3件事全都牵扯朝堂暗流，就算我告诉你，你也未必会信。我已经把最大的把柄全盘托出，王爷该对我坦诚一些。你我若要共事，就不该有隐瞒和猜忌。好，我全都告诉你。从当年到现在，我从未有过半分谋逆之心。15岁击退外敌，17岁受封靖王，20岁时我麾下有一支专属亲军，只认我的令牌。可就是这支亲军当年闯入了皇宫，要么是有人暗中仿制了你的令牌，要么就是你在不清醒的情况下被人操控。疑点太多，这件事需要慢慢查证。那你身上的伤又是怎么来的？宫变之后，龙颜大怒，父皇认定我想谋反，废了我的武功，挑断我的手脚筋，还撤去我所有兵权，把我贬到北境。至于脸上的伤疤，是我母妃亲手划下的。这些年我四处求医，始终无法根治，手脚常年僵硬不便，容貌尽毁，只能隐忍蛰伏，寻找时机给自己翻案。王爷，或许我有办法治好你的伤，不敢保证完全根除，但绝对能好转大半，缓解你的痛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灵泉水跟着任务升级，效果已经比一开始强了不少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治好这种陈年旧伤。这是……果然有用，看来得尽快做任务，把灵泉水的等级再提一提。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多谢，我找遍天下名医，都束手无策。若是没有你，我这辈子怕是都要带着这身残伤度日。你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或者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一是把贫乏的北境打造成富庶之地，让百姓都能吃饱；二是好好活下去，保护我身边的人。没想到他竟有这般志向，这场婚事是我捡到宝了。好，往后但凡需要帮忙，我一定全力相助。那王爷先休息，以后我会定期帮你疗伤。多谢。什么王？王妃在王爷房里待了那么久，是在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王爷嫌我天天在外抛头露面，丢了王府的脸面，特意训斥了我一顿，让我往后安分待着，少做这些出格的事。二皇子传来密令，让你每日在王爷的饭菜里下药，神不知鬼不觉取他性命。只要此事办成，二皇子会保你一生荣华富贵。我明白了。可是还有事。王虎是二皇子的人，这事你可知晓？他让我把这药下在你的日常饭菜中。看来他已经等不起了。王爷，此乃石骨散，无色无味，藏匿极深，长期服用会慢慢侵蚀五脏六腑，损伤经脉，最终油尽灯枯而亡。此状跟久病衰亡别无二端，根本查不出中毒的痕迹。二皇子也太歹毒了，既要取你性命，还想做得干干净净，不留半点把柄。无妨，我们干脆将计就计，我假意顺从，你正好安心养伤，我会尽快帮你把旧伤彻底治好。好，我信。王妃，再有2日，这批庄稼就能丰收了。咱们北境的百姓今年总算能吃上饱饭了。您真是我们的大恩人。这都是大家辛苦劳纵换来的。王妃，我多嘴一句，如今农业兴盛，粮食增产，百姓是得了好处。可那些垄断粮食、囤粮抬价的大粮行，怕是要记恨上您了。多谢田老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王妃，那我们是不是会有危险？现在还说不准，只能静观其变。王妃，前面好像有人在打架，别出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王妃，咱们快走吧，太危险了。等等，这红衣女子好像被人追杀了。不
能再等了。春桃，你待在这儿别动。1, 2, 3, 就是现在。 4. 你们是什么人？方才的浓雾是你们弄出来的？是我。别紧张，我们没有恶意。你伤得很重，需要尽快处理。这是什么药？竟有如此奇效？家里传下来的疗伤药而已。追杀你的是什么人？是张万才派来的人。张万才是谁？你居然不知道张万才？这个张万才在北境很有名吗？我家王妃才刚来北境没多久，这边的人和事还不太熟悉呢。您是靖王妃？刚才多有失礼，还请王妃恕罪。无妨，快起来。这个张万才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他是瑞英古坊的东家。瑞英古坊，莫非是北境最大的那家粮行？正是。瑞银古坊常年囤积粮食，一到荒年就坐地起价，高价卖粮。就算百姓饿死街头，他们也从不开仓放粮赈灾施粥，黑心至极。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？我曾经加入过一个江湖组织，专门偷瑞银古坊的存粮，接济穷苦百姓。后来行踪败露，就被他们盯上了。组织里的其他人都四散逃走，远赴他乡。我不想离开，一直四处躲藏，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找到了。姑娘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多谢王妃出手相救，还赠我灵药。王妃，我如今无家可归，不知您可否收留我？我会武，什么活都能干。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做事？愿意。那好，以后你就跟着我。我正好缺一位武艺高强的护卫，有我护着，他们应该也不敢再找你麻烦。属下赤刃，愿誓死追随王妃。起来吧，往后都是自己人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再说。春桃，你先带赤刃下去，收拾一间干净屋子，再带他熟悉一下王府环境。我去找王爷商量点事儿。是，多谢王妃。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路上撞见一位姑娘被人追杀，顺手救了她，耽搁了一点时间。追杀？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放心，我没事。我还把那位姑娘带回来了。没事就好。以后出门让林颖跟着你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救的这位姑娘武艺高强，以后有她护着我就够了。对了，王爷，我打算开一家惠民粮行。你想开粮行？没错，眼下庄稼快要丰收，有田地的农户能自己种粮吃饱饭，但北境还有很多没田的穷苦百姓，他们还是买不起高价粮。我想开一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粮行，秋收后平价收购农户手里的余粮，再低价卖给穷苦百姓。这个想法极好，既能稳住粮价，还能断了那些黑心粮囤粮抬价的路子。开粮行收购余粮，处处都要花钱。王府库房的银两你尽管拿去用，直接找林颖对接就行。不用啦，我出嫁时带了1000两黄金的嫁妆，足够支撑粮行的前期运转，暂时不用动王府的钱。真要是不够了，肯定不会跟你客气。今日怎么不叫我王爷了？糟了，聊得太投入，把这个忘了。那个，我就是一时嘴快。无妨，你这般叫我，很好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。既然这样，往后你也直接叫我名字吧，不用总叫我王妃。清渊，真要命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的声音这么好听？不早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
方才属下看见王妃急匆匆跑出去，你们这是？你很闲，这个月府里的柴全都由你来批。不是吧，王爷，我很忙的。下个月的也一并批完。属下马上就去。他事事思虑周全，从来不用旁人操心。反观我，伤势迟迟不好，一直在拖累他，必须尽快养好伤，不能再让他一个人辛苦撑着了。哇，王妃，忙活了这么久，咱们的粮行总算顺利开业了。属下已经彻底排查过店内各处，账目、仓储、门窗都无问题，外围也安排了人手轮岗值守。大家都辛苦了。王妃，恭喜恭喜！今天惠民粮行正式开张，我们这帮种地的乡亲都来捧场了。多谢各位乡亲特意赶来，今年大家的收成应该都很不错吧？托王府的福，以前10年9荒，今年家家户户都堆满了余粮，吃都吃不完。只是那些粮商故意压价收购，我们手里的余粮根本卖不上价钱，太吃亏了。我开设粮行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。大家辛苦种出来的粮食，绝不能被黑心粮商肆意拿捏。大家的余粮可以卖到我这儿来，价格绝对公道。王妃早已定下规矩，收购、售卖一律公开透明，绝不压价、不抬价。王妃真是心怀苍生，我们总算有个靠谱的去处了。堂堂王妃居然亲自开粮行做生意，真是少见。少见归少见，可哪有做生意不赚钱的？我看到头来都一样，无非就是囤粮抬价，赚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。可不是嘛！各位街坊邻居，大家心里的顾虑我都清楚。我今天当众把话说明白，我开这家惠民粮行，从来不是为了赚钱。家里有余粮的乡亲可以送到我店里，我们按公道市价收购，绝不压价，绝不克扣。家里贫苦缺粮吃，买不起高价粮的百姓，来我店里买粮，一律平价售卖，分文不多收。王妃真是仁义，这下我们再也不怕被粮商坑了。是啊，哼，说的倒是好听。你身为靖王妃，私自开粮行，随意定价，低价抢生意，故意搅乱北境的粮食规矩，如此肆意妄为，难道就不怕坏了北境规矩？北境粮行都是世代经营，守着行规，稳住粮食。你开着惠民粮行，就是断了我们所有粮商的活路。今日我就替全城粮行讨个说法，请王妃即刻关停粮行，恢复市面秩序。你张口闭口行规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北境粮商常年囤粮五货，丰年压低价格收百姓的粮，荒年就漫天抬价牟利，害得穷人吃不上饭，流离失所，这就是你们的所谓行规。我开惠民粮行，不收高价，不囤粮食，既保全农户辛苦所得，又能帮穷苦百姓吃上平价粮，稳的是北境百姓的生计。我利民爱民，哪里扰乱市价，坏了规矩？强词夺理，做生意有商行的规矩。你一个王府内眷，跨界经商本就不合礼数。你要是执意不关店，休怪我们全城粮商联名上报官府，强行封了你这粮行。草民见过王爷，您有所不知，王妃私自开粮行，乱定价钱，搅乱了北境粮市的规矩。惠民粮行平价卖粮，安稳市价，帮百姓解决温饱，是利民的好事。你们垄断市场，压榨百姓，赚黑心钱，不知悔改，反倒污蔑王妃善举。今日谁再敢在此闹事，就是和靖王府和北境所有百姓作对。草民知道了。王爷也太护着王妃了，刚才出场解围的样子真是太威风了。王爷听说王妃被人围堵刁难，立刻催属下备车赶来，衣襟都歪了。多谢王爷出手帮我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不能让你受委屈。
东家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哼，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有脸来告状？东家息怒，那苏青云有靖王撑腰，我实在没办法。他的粮行低价售粮，已经严重影响了咱们的生意。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囤积的粮食可就要砸手里了。我当然知道。东家，依我看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除掉苏清渊，永绝后患。哦，你有法子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记住，做得干净点，别留下把柄。是，东家。多谢王妃，要是没有您，我们普通人家根本吃不起粮，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。不用客气，王妃真是心善，比那些黑心粮商靠谱太多了。王妃，您看，百姓们全都真心拥护您，这家粮行真的开对了。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再辛苦也值得。恭喜宿主，开办粮行任务完成，积分加1000，灵泉水全面升级，疗伤功效大幅提升。真的，灵泉水升级了？没错，现在不光能治外伤，还能修复经脉淤堵呢。太好了，这下萧绝的旧伤有机会彻底痊愈了。夜深了，清渊怎么过来了？给你个惊喜。这还是上次的神水。但是功效升级了，能修复你受损的经脉，坚持用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彻底痊愈。也太帅了吧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你快看，我的脸真的好了，那我的手脚筋是不是也恢复了？你试着站起来看看，我扶着你。我能站起来了。好软。这么直勾勾的盯着我，谁顶得住啊？太犯规了。照这个恢复速度，不出1个月，你就能彻底痊愈，和常人无异。清渊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一直误会你，以为你嫁入王府另有所图，处处防备，是我不对。误会早就解开了，不用再提，往后我们好好相处就够了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清渊，我们虽是奉旨成婚，可相处这么久，我早就……王妃王爷，不好了！有人在东护府击鼓鸣冤，说咱们惠民粮行卖毒粮，吃死人了。他们果然忍不住动手了，我带吃人去看看。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？不用，粮行在我名下，理应由我出面解决。你若是去了，对方只会借机污蔑王府仗势欺人，反倒落人口实，更难辨清真相。他们是有备而来，你若是遇到压制不住的场面，立刻报我名号，有我在，没人敢为难你。我伤势未愈，行动不便，连替他遮风挡雨都做不到，还要让他独自涉险，必须尽快养好伤，不能再拖累他了。冤枉啊！请都护为小民做主。小民的家人吃了惠民粮行的粮食，全都暴毙而亡了。
什么？惠民粮行的粮食有毒？我昨天刚买了他家的粮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胡说八道！全城百姓都在吃惠民粮行的粮食，全都安然无恙，偏偏就你家出事，分明是你故意栽赃。你们王府仗势欺人，害死我一家人不算，如今还要颠倒黑白。明明是你颠倒黑白。我也吃了惠民粮行的粮食，怎么办？我不会也快死了吧？早知道就不贪便宜买平价粮了。百姓最是单纯，也最容易被流言煽动误导。大家安静，听我说。各位乡亲，我苏清渊以性命担保，惠民粮行的粮食绝对没有半点毒素。今日若是查实粮食有毒，害人致死，我甘愿认罪伏法，以命抵命。但若是有人蓄意栽赃陷害，也请各位做个见证，还我和惠民粮行一个清白。先前荒年是王妃带我们开荒种粮，她怎么可能害人呢？没错，王妃的为人我们都看在眼里。都护大人升堂，传原告胡大柱、被告苏清渊入府候审，闲人避让，严禁喧哗。堂下何人击鼓鸣冤？所告何事？从实道来。回大人，小民胡大柱，今日我一家老小吃了从惠民粮行买来的粮食，全都腹痛暴毙，求大人严惩凶手，为我家人讨回公道。原告状告你售卖毒粮害命，你可认罪？我不认。惠民粮行的粮食干净合规，绝无掺毒害人之举。大人，草民句句属实，我全家今日只吃了他家的粮食，除了粮有问题，还能有别的原因？人吃五谷杂粮，身体出问题原因繁多，你只认定是粮食的问题，就敢保证饮水、外物接触全都没有半点问题？你不用狡辩，我家里剩下的粮都还在，大人可以当场查验。呈上来。这是你粮行的粮食。回大人，样式和印记确实是我惠民粮行的粮草。传府医验粮。大人，这批粮食含有剧毒，常人误食，轻则腹痛呕泻，重则当场暴毙。不可能，我们的粮食绝对无毒，肯定是查验有误。就是肯定有问题。证据确凿，王妃还要抵赖。大人，求你严惩凶手，还我家人性命。来人，将王妃收押监中，听候发落。来人，将王妃收押监中，听候发落。大人且慢，大人，断案定罪讲究监听择明，如今只有原告一面之词和一袋验出毒物的粮食，您还未听我半句辩解，就要直接将我收监，哪有这样断案的道理？粮食验出剧毒，且出自你的粮行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可辩？大人请看，这袋粮食袋口大开，早已被人拆开过，从我粮行卖出到送至公堂，经手之人无数，凭什么断定粮食从我店里卖出时就已经带毒？我买完粮就直接带回家存放，旁人根本碰不到，难不成是我自己下毒，害死妻儿老小吗？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？此话有理，寻常百姓绝无自残家人、自毁生计的道理，此事疑点不大。王妃与你也无冤无仇，又为何要害你的家人？我怎么知道凶手是怎么想的？断案罪忌主观臆断，不一定是我害人，也未必是你自己下毒。胡大柱，我问你，你平日里可曾和人结怨，和邻里闹过矛盾？若是有人记恨你，完全可以趁你不备偷偷投毒报复。没有，我老实本分，和街坊邻居相处和睦，半个仇家都没有，不可能是有人报复。既然无冤无仇，我再问你，你家住何处？小民家住城西百草路。城西百草路，那你可认识同巷的李铁柱？你们二人关系如何？我们是街坊邻里，关系极好，平日里
他还经常给我家送些粗粮野菜，我们亲如兄弟，他怎么可能害我？终于露出破绽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当真和李铁柱关系极好，亲如兄弟，互相接近？那还有假？王妃别再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推卸责任。毒粮害死人是铁打的事实，证据确凿，你赶紧认罪偿命。真是满口谎言。李铁柱根本不住在百草路，你是怎么跟他亲如兄弟的？大人，此人谎话连篇，漏洞百出，他的证词一句都不能信。我是记错了，就算我说错一句话又怎样？王妃的毒粮害死我家人，这是改不了的事实。是吗？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梁行的粮食毒死你家人，那就很简单了，开棺验尸。只要查实你的家人确实死于这种毒药，且死亡时间对得上，我甘愿领罚认罪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的家人刚刚惨死，尸骨未寒，你身为凶手，还要开棺惊扰逝者，羞辱我的家人，天理何在，王法何在啊！听着确实可怜，家人都没了，还要被开棺验尸。是啊，死者为大。苏清渊，开棺验尸惊扰逝者，有损阴德，确实不妥。本府驳回此请。各位乡亲，我问大家一句，你们常年住在北境，有没有人认识这个胡大柱？有没有人见过他和他的家人？没见过，从没听过这号人。我在城西住10几年了，压根不认识他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百草路住户，为何在场百姓没有一个认识你？我性格孤僻，平时很少出门，邻里不认识我很正常，没什么稀奇的。你方才还说你和街坊邻里相处和睦，亲如兄弟，常年不出门的人怎么和邻里交好？够了，苏清渊，不用揪着这些小事不放。他的性格、邻里关系跟毒粮命案毫无关系，不必再纠缠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胡大柱谎话连篇，句句都是漏洞。可这位陈都护却3番4次在我即将戳破真相的时候强行岔开话题。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他和胡大柱，或者说胡大柱背后的人，是一伙的。既然如此，也就没必要讲道理了。太保，江湖救急，快兑换1支土真剂，悄悄打在胡大柱身上。收到宿主指令，消耗积分兑换土真剂，即刻注射完成。提醒宿主，土真剂的药效只有2分钟哦。什么东西蛰了我一下？胡大柱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老实交代实情，不要再撒谎。凭空栽赃污蔑皇亲可是重罪，你承担不起。你的家人是不是吃了我惠民粮行的粮食毒死的？不是。什么？王妃真的是被冤枉的？我就说嘛，王妃怎么可能会毒害百姓？这个胡大柱怎么这么歹毒？你想好了再说。是谁指使你冤枉了？是瑞印古坊的张万才，他让王掌柜联系的我。胡大柱，蓄意栽赃，还敢胡乱攀咬他人！来人，把他押下去关起来！你对我用了什么邪术？若是事情败露，就直接杀了苏清渊。只要事成，你家人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，我东家全包了。我把雇主说出来了，这条命肯定保不住了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拼一把，杀了王妃，给我儿子换条出路。王妃小心！哎呦！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林颖呢？我安排他去办别的事了。王爷，您的手难道旧伤已经痊愈了？近日寻得一位名医，本王的旧疾已经好了大半。恭喜王爷沉疴尽去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王妃，
如今真相大白，您可以回府歇息了。胡大柱蓄意栽赃，当众行凶，本府定会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大人先别急着结案，胡大柱已经亲口招认，是瑞应古坊张万才和王掌柜指使他栽赃害人，这两个幕后主使，大人打算如何处置？随口之言，做不得证据。随口之言。既然都护大人已有决断，那便劳烦大人秉公办案，严惩凶手，给北境百姓一个交代。萧诀，我觉得陈勇和张万才绝对不只是简单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。你怎么突然这样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刚刚差点被刺伤，你知不知道我多害怕？别怕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若是我今晚没有及时赶到呢？痴人一直在我身边，不会出事的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会再让你身陷险境。我以后一定好好保护自己，不让你再担心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张万才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陈勇为什么拼命护着他？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追问？陈勇是二哥的人，至于张万才，我从前只当是个唯利是图的富商，现在看来，他也在替二哥做事。二皇子，今晚这事儿闹得这么大，你又当众展露身手，他肯定会怀疑我们的。纸包不住火，应当瞒不了多久。我方才说林印有别的任务，便是去处理张万才了。你说的处理，是我想的这个意思吗？娘子聪慧，这下麻烦了，我们算是彻底和二皇子撕破脸了。你怕吗？倒也不怕，就是往后怕是要麻烦不断了。委屈你了。若不是嫁给我，你根本不用卷入这些朝堂争斗，也不用受这些凶险。别这么说，嫁给你是我自愿的，一点都不委屈。撕破脸也好，不用再小心翼翼应付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就是。只是你的伤还没彻底好，现在和二皇子决裂，我怕他狗急跳墙，对你下黑手。有了，我给你拿个好东西，能保你平安。喏，就是这个，关键时刻能保命，特别好用。这是什么物件？模样奇特，我从未见过。我教你怎么用。这里有个按扣，按一下就能启动，再按一下就关掉。碰到人身上，能让人瞬间浑身无力，失去行动力，用来防身再合适不过。来，试试看。我在自己身上试一下，看看力道如何。别，千万别试！这东西威力很大，只能对付坏人，绝对不能往自己身上试。早知道我刚才就该拿出来。胡大柱根本就进不了我的事。你总能变出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都要以为你是下凡的仙女了。我才不是仙女呢，仙女都会腾云驾雾，我连飞都不会。会飞才是仙女吗？当然了，凡人哪会飞啊？你的轻功恢复了，那你的腿是不是也彻底好了？还没有彻底痊愈，手脚救急只是暂时恢复，只能支撑短短片刻。没关系，不急于这一时，我天天用灵泉水帮你调理，很快就能彻底痊愈。王妃，王爷，府外来了一位将领模样的大人，说是要拜见王妃。是王虎，他消息倒是挺快，我下去见见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王妃这是彻底选好立场，要站队靖武殿下了。王妃，我也是真心为你着想。你守着北境这富含边关，加上一个失势的落魄王爷，能有什么出路？王统领，你只看到二皇子眼下风光，可朝堂争斗最是无情，一旦失势，依附他的人都会落得万劫不复的下场。二皇子怎么可能倒台？如今朝中皇子，谁能跟他抗衡？难不成是这位连路都走不稳的靖王殿下？
我叫你一句王统领是给你面子，觉得你还算安分。但你要是敢出言羞辱王爷，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平坦大道你不走，偏要过独木桥，那咱们走着瞧！他回去之后，必定立刻禀报二皇子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想方设法来找我们的麻烦。这次彻底撕破脸，萧承泽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必须步步小心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不管后面有什么危险，我们一起扛。夜深了，今夜就留在这里吧，好吗？这分明是故意撩我，我根本顶不住啊！萧诀、苏清渊两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屡次跟本殿下作对，实在是可恨至极。既然你们执意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殿下，如今靖王夫妇在北境声望越来越高，不尽快除掉，迟早是心腹大患。我有一计，从粮草、兵权、边关3处下手，定能彻底解决他们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派暗卫潜入惠民粮行，把王妃的粮草偷偷运出境。出境？运往何处？朔漠军营。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通敌叛国可是重罪，你想害死本殿下吗？殿下稍安勿躁，听我细说。我们可以对外宣称，靖王被贬之后，一直心怀怨恨，暗中通敌勾结朔漠国，举兵来犯。他在边关消极见战，致使我大西将士伤亡惨重。而那靖王妃更是暗中为敌军输送粮草。如果能坐实他们通敌谋逆的罪名，陛下定然不会轻饶他们。好啊，这招甚好。可怎么让朔漠真的出兵配合？朔漠8年前战败，元气大伤，殿下许他们好处，让他们假意出兵作乱即可。另外派死士潜入靖王府，伺机给靖王下迷药，届时他昏睡不醒，无法调兵遣将，自然任我们拿捏。之后殿下上奏陛下，谎称收到密报，靖王通敌叛国，请旨带京军北上。等朔漠军队假意败退，我们在敌营搜到粮草证据，既能坐实他们的罪，殿下还能立下军功，让皇上更信任你。就按你说的办，立刻行动。这是给朔漠的盟约书信，殿下派人快马送出即可。很好，此事交由你全权处理。我即刻入宫面见父皇。父皇，儿臣有紧急军情禀报。快说。近日儿臣收到密报，靖王萧诀因早年被贬心生怨恨，暗中勾结朔漠外敌。靖王妃苏清渊更是私自输送粮草资助敌军，边关即将再起战乱。儿臣恳请领兵前往北境，平定战乱，拨乱反正。这个逆子！泽儿，朕命你统领京畿大军，即刻赶赴北境抵御外敌。待战事平息，立刻将萧诀押解回京问罪。这两个人最近总是在附近晃悠，太可疑了。菜宝，帮我兑换几个监控和手机。兑换成功。有监控就安心多了，但监控只有我能看到，关键时候不能当做证据，还是要加派人马严防死守。春桃，吃刃！吩咐下去，粮仓所有出入口增加人手，分成2班，日夜轮流值守，一刻都不能松懈。是。王妃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目前还没事，但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提前做好防范。殿下运筹帷幄，此番北上定能一举除掉靖王这个心腹大患。等粮草全部送进朔漠军营，立刻传令让死士下药。萧俊，上次算你命大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赌。哼！动作快，
还好我提前在粮袋上装了针孔监控，能看清他们的去向。他们这是要把粮食运到朔漠。什么人？别杀我！想活命，就把这药掺进晋王的晚膳和汤药里。我不敢，谋害殿下是死罪啊！你要是不做，现在就是你的死期。不要，我做就是了，求你饶我一命！这味道好像不对。殿下，别喝，万万不能喝！怎么了？奴才知错，方才奴才巡夜时被一名黑衣人挟持了，他拿刀逼我，让我把药掺进您的汤药和晚膳里，不然就要杀了奴才。奴才一时贪生怕死，糊涂答应了，可奴才绝不敢真的害殿下呀！果然有人按耐不住动手。起来吧，此事不怪你，对方胁迫，你无力反抗，实属正常。多谢殿下饶恕，奴才真的不敢背叛殿下。我且问你，那死士可有交代后续？他只让奴才办妥之后告诉他。好，你现在出去回话，告诉那黑衣人事已办妥，我已经喝下汤药，彻底昏睡过去，毫无妨。殿下，这是为何？万一对方闯进来？无妨，你只管照我说的去说，切勿露出破绽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一定小心。事情办好了，办妥了，殿下全都喝下，此刻已经睡死在书房里了。很好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启禀殿下，一切顺利，3批粮食已全部送入朔漠营地。殿下，靖王已经陷入深度昏睡，3日之内都无法起身理事。全军加速，全速赶赴北境！全军听令，列阵待命，随时准备迎敌。殿下，朔漠大军虽然出兵来犯，可刚到边境就被北境守军正面击溃，如今已经全线败退了。怎么可能？萧军明明昏睡不起，是谁带兵打的仗？王虎呢？为何没有传信回报？二哥，别来无恙。二哥，不过是区朔漠作乱，怎么还把父皇惊动了？连京军都调过来了。四弟和五弟真是好本事。你的腿竟然能行走了？是啊，内外伤全好。二哥难道不为我高兴吗？自然高兴。怎么不见王副统领？敌军来犯，王虎未战必敌，延误军机，我已经就地军法处置。对了，他死前一直拖延观望，二哥可知他在等什么？我怎会知晓？你不是说的守了吗？那城外领兵的人是谁？废物！殿下，我亲眼看着他喝下迷药，昏睡过去才离开的。既然昏睡，他为何能领兵出战？萧景喊来了，一个萧诀就够难对付了，现在又来一个，这些该死的都和本殿下作对。殿下息怒，只要粮草那边没出问题，他们就百口莫辩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怎么了？难道出什么事了吗？朔漠打进来了。嫂嫂别慌，我们打赢了，朔漠大军已经全线溃败撤退。别怕，他是特意来谢你的。多谢嫂嫂一直细心调理医治，治好四哥多年旧伤，他才能重新披甲坐镇边关。也多亏你提前察觉阴谋，我们才能及时破局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快起来吧，不用行这么大礼。我是靖王妃，医治王爷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更何况守护百姓、安稳疆土，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，谈不上恩情。嫂嫂胸襟格局远超常人，属实让人钦佩。从前我只当四哥成婚是逼不得已，如今才知四哥娶到了这世上最好的人。我的眼光自然是极好的。今日胜仗看似顺利，实则凶险。二皇子暗中偷运粮草，勾结朔漠，又派人下药暗算王爷，就是想借战乱，坐实王爷通敌叛国的罪名。
二哥心思实在太过阴狠，为了争权夺位，不惜勾结外敌，残害手足，置边关数万百姓于险境，实在是荒唐。他此番计划落空，绝不会就此罢休。没错，眼下我们只破了一招，粮草这关还没过，恐怕他很快就会再发难。他今日吃了大亏，必定气急败坏，很快就会再来找我们麻烦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就等着他来自取其辱了。如今朔漠兵马败走，边关都安稳下来了。殿下一大早召集众人，是有什么要事？你还敢装模作样，犯下通敌大罪，事到如今还不肯认罪？认罪？我何罪之有？殿下说话要讲证据，可不能随便冤枉人。好，既然你嘴硬，我就当众说清楚：朔漠无故出兵，若无粮草支撑，怎敢贸然来犯？整个北境唯有你的粮行囤粮最多，分明是你私通外敌，输送粮草，诸寇作乱。这件事你绝对脱不了干系。二殿下，这只是推测，并无实证，单凭猜测就要定王妃的罪，实在难以服众，还请殿下三思。不用劝我，证据我已经找到了，就在朔漠废弃的营地。所有人随我前去营地当众查验，今日我一定要揭穿你们通敌的真面目。王妃看着坦荡正直，不像是会通敌的人啊！小声些，二殿下正在气头上，咱们别乱说话，免得引火烧身。二哥这是急疯了，抓着一点影子就想给你们定罪，很正常。他之前的算盘已经落空，就剩这最后一步棋，当然着急。只可惜这步棋也是死局。安心看戏即可。大家看清楚，这些从敌军营地搜出来的粮袋，就是苏清源通敌叛国的铁证。今日我就让所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动手，割开粮袋，当众查验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是沙子？根本没有粮食，这完全不对啊！难道是二殿下判断错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竟然是你们提前串通一气，暗中调换了袋中粮草，销毁罪证，想要掩盖通敌的事实。二殿下口口声声说我调换粮草，销毁罪证，未免太想当然了。诸位不妨听我细说原委。今日这件事，从头到尾，都是一场刻意算计的阴谋。早在数日之前，我就发现粮行四周总有陌生人徘徊窥探，行踪诡异。我察觉出不对劲，立刻加派人手，日夜看守粮仓，严加防备。很快伙计就发现有人深夜偷粮，我当下就断定这是有人想拿我的粮食做文章，只是当时还不知道对方的具体目的。我连夜让人把所有真粮全部转移藏好，再用沙子填满粮袋，原样摆好。这些贼人分辨不出真假，傻乎乎把一车车沙子当成粮草运到了朔漠营地。原来如此，王妃早提前布局了。你们不要被他糊弄了。粮草一事，就算暂且和他无关，那萧决呢？朔漠战事突发，你久病缠身，凭什么能提前预知敌军来犯？不仅提前布防，还早早通知萧瑾驰援。你们分明是提前知情，暗藏猫腻。你们事事抢占先机，根本解释不通，定然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殿下非要追根究底，强行挑刺，也好，那我便彻底堵住你的嘴。我能提前预判危机，不是未卜先知，更不是藏有猫腻，全靠北境百姓相助。边境牧民常年游走边关，消息远比城内官吏灵通。各位大人，草民世代在边境放牧。几日前深夜，我撞见几名醉酒的朔漠兵卒，他们酒后失言，说近日要接收一批粮草，随后大举进犯北境。王妃善待百姓，救济穷苦，我们都记着她的恩情。得知此事后，我连夜翻山赶路入城，第一时间把朔漠要出兵作乱的消息告知了王妃。我结合粮行近期的异常动静，彻底确认了这场阴谋，所以提前做好了所有防备。没错，四哥收到消息，深知边关危急，第一时间传信于我，我即刻带兵驰援，兄弟二人联手御敌，才能迅速击溃敌军，守住边关。四哥一心护民护国，光明磊落，何来通敌一说？原来如此，
二殿下仅凭猜测就妄下结论，实在太过武断。依我看，这从头到尾都是朔魔贼寇的奸计。他们派人假扮我朝人手，偷运粮袋，就是想搅乱边境，离间我皇室兄弟。这分明是你！这朔漠人确实可恨，好在如今真相大白，误会解除，也算万幸。战事已然平息，二哥若无他事，便可回京复命。圣旨到！圣旨到！靖王萧决，靖王妃苏清渊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靖王萧决镇守北境，临危不乱，击溃朔漠来犯大军，稳固边疆，平定战乱有功。特命靖王携王妃即刻回京，入宫面圣，详述战事始末。钦此。臣接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嫂子方才为何拦我，不让我揭穿二哥？二殿下派的都是死士，绝不会供出主谋。我们没有实证，贸然揭发落得兄弟内斗、互相攻小的画笔，得不偿失。现在还不是扳倒他的时机。是我欠考虑了。还有一事我很疑惑，北境战事刚定，朝中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，父皇为何会突然下旨召我们即刻回京？此事有些蹊跷，是我传的线。我派二哥回京之后颠倒黑白，抹黑四哥戍边之功，所以从我出兵驰援那日起，就日日传信回京报备战况，但我从未提及二哥构陷之事。皇室内斗是朝堂大忌，贸然言说只会对四哥不利。原来是这样，五弟考虑周全，分寸拿捏得极好。多谢，自家兄弟不必客气。四哥，当年的事我一直不信是你所为，这次回京或许是查清真相的最好机会。这世上愿意无条件信我的，只有你和亲。这就够了，有我们陪着你，尽管放手去斩。殿下息怒，我精心筹谋的局就这么被他们轻易破了，还让萧决白白立了大功，受旨回京，简直窝囊至极。殿下不必动气，靖王常年驻守北境，京中旧部早已衰败，他骤然回京，掣主更多，破绽更多，对我们而言反倒更有利。你说的没错，回京之后，我有的是法子收拾他。当年我能让他滚出京都，现在也可以再来一次。算下来，朕已有7、8年没见过觉儿了。陛下，靖王殿下此番大败朔漠，稳固边关，战功赫赫，满朝文武皆有赞誉，是我大西的栋梁之才。那是自然，觉儿年少聪慧，文武双全，向来不让朕失望。奴才还听说，靖王妃颇懂农业，带百姓们一起开荒种地，如今北境人人都能吃饱饭，二人在北境深得民心。可惜他当年犯下大逆不道的错事，终究是有误。陛下息怒，人心皆会转变。此番靖王回京，陛下正好亲自观察，看他是否真心悔过，改过自新。王爷、王妃，你们真要走了？皇命在身，我们要回京复命了。王妃，从前北境年年饥荒，如今家家户户都能吃饱穿暖，全靠王爷和王妃的照拂。好不容易日子安稳了，你们却要走了，我们实在舍不得。四哥四嫂，你们真心为北京百姓办实事，如今全城百姓自发相送，属实难得。大家别难过，我们只是回京述职，不是再也不回了。北京安稳，便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日后若有机会，我们定会回来与大家相聚。说真的，还挺舍不得北京。这里的百姓朴实单纯，日子过得安稳踏实。等京都的所有麻烦彻底了结，我们就回来。我只希望下次回来，你不用再背负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，不用处处提防，步步侥幸。会的，这一天不会太远。靖王殿下、王妃一路辛苦，臣奉陛下之命，在此等候二位入城。有劳国师久候。这位王妃的眉眼好生熟悉，我分明从未见过，为何会觉得格外亲切，像是刻在记忆里一般。二位一路奔波劳累，随臣入宫吧。陛下已经在宫内等候多时。有劳国师引路。免礼。北境之事，朕已从锦儿的密信中知晓，你们做得很好。守护大西疆土，本是儿臣分内之责，不敢居功。你的身子这些年可还好？旧伤可曾反复？儿臣的伤势已渐渐好转，有清渊在身边照料，
一切安稳。听闻你在北境改良荒地，开设惠民粮行，百姓无不感念你的恩德。回父皇，只是略通农事，一心只想让北境百姓吃饱穿暖，安居乐业，不敢当父皇盛赞。你的良种当真能在贫瘠土地上丰产？晨曦引入的良种耐旱耐寒，产量比普通良种高出30%。北境荒地经改良后，已开垦出万亩良田。觉儿，你从前锋芒太盛，如今身边有这样一位明事理、心系百姓的王妃，是你的福气。儿臣明白。时隔多年，再见到她，曾经的锐气敛尽，沉稳了许多，倒像是把当年那些惊涛骇浪都忘了。殿下这些年在北境也是沉淀了心性。当年之事，朕并非不存疑虑。若他此后一心向国，护佑百姓，从前的罪责倒也不是不能放下。殿下，柔妃娘娘请您前去一叙。母妃近来可好？娘娘最近一切都好。走吧。儿臣参见母妃。晨曦参见母妃。母妃，萧绝，你也配叫本宫一声母妃？当年若不是你惹出滔天大祸，本宫何至于在宫中谨小慎微，处处被人指指点点？你就是个天生的灾星，走到哪里祸事就跟到哪里。母妃息怒，王爷这些年在北境兢兢业业，从不敢有半分差池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母妃有任何不满都冲我来，不要为难清央。天底下居然会有母亲这么讨厌自己的孩子。母妃她对你的态度也太奇怪了，难道她不相信你是无辜的吗？母妃她心结已深，非一日能解。或许一开始是相信的，只是我失势后，墙倒众人推，她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经年累月有怨言也不奇怪。看她待你那般冷漠厌弃，心中实在不安。有你在身边就够了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回去吧。苏清渊与萧绝今日已顺利入宫，父皇对他们态度缓和，再不动手，日后更难拿捏。殿下，苏清渊那个贱人凭什么风光无限？殿下不必心急，苏清渊在北境所作所为实在异于常人，我们只需稍加引导，便能让他众叛亲离。哦，他能让农田7日出苗，这在世人眼中本就是诡奇之术。我们只要散布他身怀妖术、不祥祸国的流言，不出3日，民心必乱。我明日便去后宫与命妇府邸走动，把这话传得人尽皆知，让她变成人人喊打的妖女。好，就按此计行事。这一次，我要让苏清渊再无立足之地。在相府时，苏清渊便处处不如我，就连嫁人也比不上我。我一定要永远把她踩在脚底。那靖王妃以一己之力，让北境荒地变良田，可谓是千古未有的奇女子啊！奇女子，我看是妖女还差不多，凡人哪能让庄稼7日就长成？可不是嘛！若不是旁门左道的妖法，不然哪有这般神通？王爷，王妃，属下巡查时发现，王府4周墙下多了不少陌生面孔，形迹可疑。不必惊动，他们想看，便让他们看。看来我们刚回京，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无妨，无论他们想耍什么手段，我都会挡在你身前。王妃，街上现在都在传您的闲话，说的特别难听。口舌之言，随他们去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本殿下听说你观测到近几日有大暴雨，还可能闹洪涝。回殿下，天象显示3日内必有大雨，水患风险不小。本殿下要你对外宣称近期风调雨顺，无灾无害。这些银票是给你的赏赐。殿下，这万万不可！欺瞒天象，妄报灾情，是杀头的大罪啊！王大人，二殿下肯给你机会，是给你脸面，是保住官位富贵，还是连累全家的性命？你自己选。臣遵命。启禀陛下，臣夜观天象，星辰有序，阴阳调和，近期风调雨顺，并无灾异，请陛下安心。甚好，有你们恪尽职守，朕心甚慰。这天气不对劲儿。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王爷，这云层又厚又沉，空气又闷又潮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不出3日必定有大雨，
还可能闹洪灾啊！可今日早朝，青天议政明明上奏，说近期无灾无害。这么明显的预兆，青天议政不可能看不出来，十有八九是故意瞒报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若真有洪涝，百姓必遭大难。我们不能赌，必须立刻准备。我这就下令，让护卫和府中下人连夜筹备沙袋木桩，疏通所有沟渠，加固低洼处堤防。快点儿，要下雨了，能收多少是多少，怕是要下大暴雨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这雨怎么来的这么凶？老天爷，全家就指望这点收生活命啊！这雨怎么这么大呀？家里都进水了。不是说风调雨顺吗？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这雨是靖王妃招来的，她在北京用妖术催苗，逆天行事，老天爷震怒，这是降灾惩罚咱们的。出来，让那个妖女出来，赔我们庄稼，赔我们房子。大家冷静一下，这场暴雨是突发天灾，和任何人都无关。我知道大家损失惨重，我在此承诺，一定会尽力帮助大家。天灾？为什么偏偏你一回京就来天灾？谁知道你是不是用妖术祸国？就是，难道又想用妖术帮我们？灾情当前，最该做的是救灾，而不是听信这些谗言。谁敢再胡言乱语，冲撞王妃，本王绝不轻饶。妖女，救出妖女！以息天怒！本王的王妃心怀百姓，何罪之有？你们说她是妖女，可有任何凭证？谁想动她，尽管上前试试。庄稼全淹了，家也没了，这都是妖女带来的灾祸。诛杀她，天灾不会停。她就是祸国殃民的妖女，就连王爷也被她迷惑了。乡亲们，我知道你们痛失庄稼，家园被毁，心里又怕又恨。我苏清渊在此立誓，3日之内我一定会解决这场灾情。如果做不到，随大家处置，便是王爷也护不住我。清渊，我知道你有本事，可这次情况和之前不同。相信我，做不到的事我不会轻易夸下开口的。有需要的尽管跟我说。殿下，您听，全城的百姓都在喊苏清渊是妖女，这次她插翅难飞了。这才只是开始，魏爷再加把火，务必让父皇亲自下旨处置他。殿下放心，臣已联络好朝臣，今日必让靖王妃百口莫辩。陛下，靖王妃身怀异术，妖言惑众，以致天降洪灾，民不聊生，百姓为府请愿，恳请陛下严惩妖女，以安天下。若不处置靖王妃，民心难安，社稷不稳啊！陛下下旨，将苏清源打入天牢，以平民怨。父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父皇三思。万民为府，众臣上书，都说靖王妃是妖女祸国，可她在北境明明一心为民，怎么会突然遭到天谴？陛下，靖王妃在北境开荒救民，桩桩件件都有人证明，老奴觉得她不像是妖异之人。朕也知道，可如今灾情四起，民怨滔天，朕若一味袒护，只会让人心涣散。刘福，传朕旨意，苏清渊3日内平息灾情，自证清白。若能做到，过往谣言一概不究；若是做不到，便依规处置。老奴遵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靖王妃苏清渊遭指妖术惑众，引天降灾，朕念其戍边安民救公，特宽限3日，令其平息灾情，自证清白。逾期未果，即定罪处罚。钦此。臣女领旨。父皇怎能仅凭流言便下此定论？这灾情与卿我有何干系？王爷冷静，陛下也是迫于民心。王爷、王妃，那家只是奉旨行事，二位多保重，那家这就回宫复命。请公公回禀陛下，3日内臣曦定当平息灾情。王妃，3天怎么可能平息这么大的灾情啊？这分明是为难您。王妃，属下愿听候调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大家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敕任，立刻召集王府所有护卫与可用人手，备好麻袋、木桩、绳索、蓄水器具，随时待命。属下遵命。娘娘，陛下给了靖王妃3天时间自证，若是做不到，就要按妖女治罪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苏清怡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翻身。传我命令，宫中任何人不准前去帮忙，本宫要亲眼看着他们走投无路，自生自灭。是，娘娘，奴婢这就去吩咐。
菜宝，给我兑换气象防护罩，越大越好。宿主，气象防护罩很贵的，确定要兑换吗？确定。王妃，雨小了，这是应急之法，只能暂时稳住雨势，争取救灾时间。我们立刻下去疏通积水，不能耽误。春桃，你亲自盯着，按照这图纸搭建避雨护苗棚，把田里还没淹透的庄稼护住，不能再受雨淋。王妃放心，我一定盯紧每一处，绝不出错。还好这仙攒的积分够多，兑换了这批温室大棚的搭建材料，不然很难保住田里的作物。把这些袋子也用上，所有剩余粮种，所有全部装进来密封起来，千万不能受潮发霉，这是灾后补种的唯一希望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大家再加把劲儿，一定要在天亮前把堤坝加固好。王爷都亲自上阵了，我们也不能含糊啊！王爷，我带来了排水工具和加固材料，也稳住了局部雨势，我们一起加快进度。好，还好有你在。大家顺着标记挖，深浅一致，别乱了方向。救命！不用问，这两个人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先把人救上来，施工一定加倍小心。各位姐姐，你们近来可听说城外的事？我姐姐救灾的法子实在让人心里发慌。哦，妹妹说说怎么回事？我听说她站在河边念几句听不懂的话，积水就自己退了，连土工都不用。寻常人哪有这样的本事？这不是妖术是什么？难怪天降大雨，怕是触怒上天了。我也盼着他好，可实在太幸运了，万一再引来更大的灾祸，可怎么好？王爷、王妃，抓到一个活口，可这人嘴硬得很，怎么问都不肯开口。是谁派你来破坏排水，耽误救灾进度的？哼，无话可说。你不必硬扛，你身上有种特殊的气息，这是二皇子府特有的安息香的味道。除了萧承泽，没人会这么处心积虑害我。现在灾情这么重，他不救灾就算了，还处处下黑手害我。他这般枉去百姓性命，不择手段害人，迟早会自食恶果，难逃天谴的。完成救灾任务，积分加2000。我的天，王妃居然真的在3天之内解决了这场灾情。青阳，你只用了短短2日就稳住了灾情。现在只是暂时脱险，堤坝还得抓紧修缮，免得再出险情。老人家，先喝点水。多谢王妃娘娘，之前我们听信谗言，错怪了您，实在是惭愧啊。都过去了，大家平安就好。王妃不计前嫌，还愿意帮我们，我真是不应该啊！是我们糊涂，才会被有心人挑唆。王妃一心救我们，是实打实的好人啊！陛下，大喜！城外灾情已经完全控制住了。当真？短短2日便平息了洪涝？千真万确。靖王妃想尽办法疏导积水，护住良田，大片庄稼都保住了。如今百姓们个个感念他的恩德。如此看来，是朕偏听流言，委屈了他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苏清源临危受命，2日平息洪涝，保全良田数万，安抚万千灾民，护我京城百姓，有功于社稷，朕心甚慰。特此赏赐护国夫人匾额1块，以彰其功。恭贺护国夫人！臣媳谢陛下隆恩，救灾安民，只是臣媳分内该做的事，不敢居功。朕问你，此次暴雨洪涝声势浩大，为何你事前全无预警？陛下恕罪，是臣观测疏漏，未能勘破天象异变，才酿成此次灾情，罪在臣身。你执掌钦天监多年，向来谨慎细致，从未出过这般致命差错。偏偏此番京城大灾，你骤然失误。
臣知罪，是臣一时糊涂，懈怠失职，甘愿领受一切责罚，绝无半句狡辩。既知罪，革去你钦天监正官职，贬为庶民，永世不得入朝为官。臣谢陛下恩典。可惜此番没有确凿证据，没能顺势扳倒萧承泽。但经此一事，他暗中布局害人的心思败露，已然元气大伤，短期内不敢再肆意妄为。无妨，善恶终有报，他次次不择手段，早晚自食恶果。苏大人，恭喜啊！令爱此番赈灾立下大功，救活数万百姓。如今京东上下谁不夸赞？民间都私下称她为神女呢，实在是千古难得。可不是嘛！苏大人教女有方，有这么一位聪慧的女儿，日后仕途必定更上一层楼。神女，狗屁的神女！她根本不是我苏红的亲生女儿，她再厉害再风光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苏大人，您怕是喝多了，酒话可不能乱说，传出去要出大事的。是啊，苏大人，天色已晚，早些回府歇息吧。二殿下派我监视朝中官员动向，没想到有这种大收获。殿下，属下今日探得一则重磅消息，苏红酒后失言，亲口承认苏清离并非她的亲生女儿。好一个非亲生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殿下，这绝对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苏清远如今风头正盛，深得民心，他能成为萧爵最得力的臂膀，根基便是苏家嫡女的身份。没错，他靠着苏家身份立足朝堂，收拢民心。一旦身世曝光，他所有的名望功绩都会沦为笑话。只要拿捏住这个把柄，不仅能彻底毁掉苏清渊的名声，更能斩断靖王的左膀右臂。该怎么好好利用这个好消息呢？殿下，苏红此人胆小怕事，极好颜面，又贪恋权位，这种惊动朝堂的惊天丑闻，他未必敢主动牵头出手。把柔侧妃给我叫来。殿下深夜召唤轻柔，不知所谓何事？轻柔，本殿今日叫你过来，是有件事要你去办。事成之后，你想怎么羞辱苏清渊，就怎么羞辱他。殿下请讲。苏清渊并非苏丞相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她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？这么说，我才是丞相府的嫡女。正是，但她现在风头正盛，光这一点还不足以让她名声扫地。可如果她的亲生父母亲是外邦细作，她又蛰伏在大西重臣家中，情况就不一样。外邦细作收集官员情报，这可是死罪。没错，只是这些事情从苏丞相口中说出，才更让人信服。我爹虽然不喜欢他，但不一定愿意做到这份上，所以才需要你来劝说他。一旦苏清渊被定罪，他的一切荣耀都会尽数作废。到那时，你便是相府唯一名正言顺的嫡女。待我登基继位，便立你为中宫皇后，执掌6宫。殿下此言当真？本殿一言九鼎，从不食言。我早就容不下苏清鸾那个野种，只要能扳倒他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殿下，我马上回府联合姨娘一起劝说父亲，必定说服他检举苏清鸾。这酒真是害人的东西，一喝多就什么都往外说。老爷，事已至此，再烦闷也无用。苏清渊本就不是您的骨肉，最近他处处压我们母女一头，您心里何尝不憋屈？可那毕竟是密文，一旦泄露，我苏家会颜面尽失。父亲，如果丢掉颜面，能换来我们全家的荣华富贵呢？二殿下早已知晓苏清英的身世，他想顺势揭发苏清渊，将他定为外邦奸细。老爷，您好好想想，苏清渊顶着苏家女儿的名头风光无限，可他根本不是自家人。如今既能除掉这个隐患，又能站对二殿下，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二殿下许诺，事成之后，他日殿下登基，便立我为皇后，苏家世代高官厚禄，永享荣华。可万一失败？老爷，二殿下早已筹谋周全，如今苏清渊背靠靖王，日渐势大，借二殿下之手除了他，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好，既然二殿下诚心相邀，又保我苏家荣华，那我便豁出去了。这件事儿我做。
这封信至关重要，分毫差错都不能有，绝对不能让人看出半点破绽，明白吗？魏先生，您过目，这封密信的笔迹和字句是否足够逼真？相似度极高，肉眼完全分辨不出破绽，做得很好。魏先生，现在这封信看上去便是封存10余年的旧物，绝无半点新造痕迹，足以以假乱真。很好，这封通敌密信便是定死苏清渊的铁证。苏大人，这封通敌密信是我们扳倒苏清渊的关键证据，你妥善收好，切勿随意示人，泄露风声。臣明白，绝不敢有半点差池。明日朝堂之上，你只需直言，近日整理家中旧物，偶然翻出这封尘封多年的密信，由此得知苏清莹生母沈令宪本是外邦奸细，而苏清莹承袭母志，暗中私通外敌。殿下放心，臣已经记牢了，绝不让人抓住半点破绽。陛下，臣有惊天要事，冒死启奏。苏丞相，朝堂之上何事如此失态？陛下，臣近日整理家中旧物，意外发现一桩隐秘。臣之女苏清渊身世蹊跷，实则是潜伏在我大西的外邦细作。苏红，你一派胡言！清渊屡次赈灾救民，为国效力，何来细作一说？陛下，臣绝非信口雌黄，这是臣刚刚寻得的陈年密信。臣查证后才得知，当年苏清英的生母，也就是我那去世多年的夫人，本就是外邦安插的奸细。苏清渊承袭母志，暗中与外邦私通书信，意图颠覆我大西江山啊！苏丞相此番大义灭亲，虽于心不忍，却是为江山社稷着想，实属难得。由此可见，苏清英多年伪装，心机深沉至极。你养了他20多年，现在才发现吗？陛下恕罪，臣糊涂，多年来全然不知家中藏此祸患，直至今日整理旧物，才偶然发觉。臣识人不清，愧对陛下信任，愧对朝廷重托。父皇，清渊不可能是细作，儿臣从北境便与他一路同行，他数次舍命赈灾，安抚流民。若真是外邦细作，何须耗费心力为大西百姓卖命？还请父皇明辨是非。他多年隐忍蛰伏，假意立功博取信任，就是为了日后伺机颠覆朝堂。如今证据确凿，皇兄执意偏袒，莫非是被苏亲翁蒙蔽，分不清是非对错？够了，无需争辩。苏清玄身世存疑，密信物证在此，朝野流言四起。若是放任他在外自由走动，恐生祸患。父皇，若仅凭猜疑就给忠良之人定罪，往后谁还敢为大齐效力？并非定罪，只是暂且管控，为保江山安稳，杜绝后患，即刻将苏清渊控制软禁，交由3法司彻查，待真相大白，再做定夺。父皇，这般处置与定罪无异，还请父皇三思。父皇，皇兄此言不妥，通敌乃是滔天大罪，事关社稷安危，岂能徇私姑息？若是苏亲王趁机出逃，或是暗中联络外邦势力，届时后患无穷。父皇不必多言，朕意已决。传朕口谕，即刻封进靖王府。苏清娟就地软禁府中，严禁出入府邸，严禁接见任何外客。未出结果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求情干预。是。现在父皇正在气头，再多争辩只会适得其反。儿臣遵旨。这京都的日子真是闲出鸟来了。王妃可是无聊，奴婢陪您出去走走可好？圣旨到，苏清渊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清渊或为外邦细作之后，案情重大，彻查真相。即日起，将苏清渊软禁于靖王府，封禁王府4门，隔绝内外出入。着3法司即刻会审，彻查案情，待水落石出，再行定夺。钦此。王妃，这分明是有人陷害您，您怎么可能和外邦有联系？公公可是搞错了，我是丞相苏红之女，怎么会是什么外邦细作之后？陛下已然下旨封禁王府，还请王妃安分待府候诊。杂家告辞。王妃，老爷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眼下还不能确定，但肯定事出有因。清渊，委屈你了。
我向你保证，一定尽快查出真相，还你清白，为你洗清所有污名。我信你，只是我想不通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就算苏红不待见我，可再怎么说也是他的女儿，他为何要对我下死手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我根本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没有血肉牵夫，陷害起来自然不会有半下手软。此话当真？我不敢100%确定，但唯有这一个理由能解释他所有的绝情。我会想办法验证的，只是需要你帮忙。拜托你了，财宝。收到宿主指令，启动血缘基因比对，正在检测苏清渊、苏红二人血缘关系。检测完成，苏清妖与苏红无任何血缘羁绊。我的猜想果然是对的。王爷，我验证过了，结果如何？我和苏红确实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什么？怎么会？苏红养你10几年，外人竟从未察觉半点异常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。他明明早就知晓我不是他的女儿，却一直将我养在相府，对外认作嫡女。如今又毫不犹豫弃我、害我，背后绝对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。若要追溯根源，关键或许在你生母，她的身份恐怕从一开始就不简单。青瑶，你母亲离世前可曾给你留下什么特殊遗物？有。春桃，快去把我母亲留下的那枚龙凤玉佩取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这玉佩纹样古朴繁复，雕工精致绝伦，玉质通透温润，是世间罕见的上好古玉，绝非寻常官宦人家能拥有的物器。你可认得这枚玉佩的来历？我对玉器并不熟悉，但有一个人或许会知道这玉佩的来历。是谁？当朝国师，他博览古今典籍，通晓天下奇物秘闻。此事问他，定然能有些眉目。事不宜迟，我即刻带着玉佩去拜访国师。如今王府被封禁，你出得去吗？放心，我偷偷出去就好。我等你消息。萧爵，见过国师。靖王殿下屈尊光临寒舍，实属难得。不知殿下今日前来有何要事？萧爵今日前来是想请国师帮忙鉴定一物。您可知这玉佩的来历？这玉佩从何而来？殿下，这块龙凤玉佩是我当年亲手雕琢，送给令贤的定情信物。令贤？您说的可是沈令贤？正是。殿下有他的消息。这玉佩正是沈夫人去世前留给青羽的。什么？令寒已经去世了？沈夫人已经去世很多年了，您和她可是旧识。我与令贤自有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早已私定终身。本约定待我修行圆满，便10里红妆与他共度一生。我在外修行不久后，听闻他已婚配高门，落户京都。我以为他是遇上良人，觅得了更好的归宿，不愿再打扰他的安稳生活，便狠心压下思念，从此再不打探他的消息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所谓的良人竟然是苏红。他就在与我咫尺之遥的丞相府生活，我竟全然不知。今日上朝时，苏红指控早亡的沈夫人是敌国细作，清渊早早继承他的遗志，也在为敌国收集情报。一派胡言！我与令贤又是便是邻居，他家世清白，怎么可能是敌国细作？清渊不是他和令贤的女儿吗？为何连亲生女也要陷害？清渊已经查证，他和苏红并无血缘关系。什么？方才听您讲述，我心里大概有了猜测，清渊极有可能是您与沈夫人的骨肉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清渊从前同我提过，他幼时便察觉异常。沈夫人常年郁郁寡欢，看向苏红的眼神里从来没有半分夫妻温情，反倒藏着化不开的恨意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们回城那日，我一看到清渊便觉得亲切熟悉。好在现在真相大白还不算晚，国师大人，您可有办法证明沈夫人不是敌国细作？有，我与令贤年少相识，往来书信从未销毁，全部妥善留存至今，信中字字皆是年少家常，坦荡心意，足以佐证他清白心性，绝非什么心怀叵测的外敌细作。可否将那些书信给我看看？自然可以，我这就取来。
苏红今日当庭构陷的主要证据，便是一封所谓的通敌密信。我先将这些信件带回王府，交给青妖，说不定能从这些真迹中找出线索。您放心，有我在，拼上性命也定会护好清源，绝不会出差错。好，我信你。可是发现了什么？苏红交给陛下的那封信没有亲眼见过，上朝时你可曾看到具体内容？看到了，但无法完全复原信中内容。你记不记得密信中的字迹更接近哪种，以及密信中的日期？是左边这种，日期是景龙5年4月，具体哪一天有些记不清。那就对了，他还是露出了破绽。我需要你帮我做2件事，完成之后，苏红的谎言定能被拆穿。是什么事？我马上去办。奇怪，不是为什么会来？你说有确凿证据能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，朕才解了你的禁足。欺君的后果你应该知道吧？臣妾的确有证据，父皇可以放心。陛下，万万不可信他！那封密信白纸黑字摆在那儿，证据确凿，还请陛下早日定罪。父皇，苏丞相说的没错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手里的证据是什么？在此之前，我想先问苏丞相几个问题。允了。苏丞相，请问您与我母亲当初是如何相识的？当年臣前往江南公干，偶遇沈令奴，他与我一见钟情，后续便求娶成婚，光明正大结为夫妻。如今看来，他根本就是知道我的身份，故意接近。既然是光明正大求娶，成婚之时，我母亲娘家的族人可有出面？沈令贤当初亲口告知于我，他自有姑姑，无父无母，无亲无故。现在想他这般说辞，根本就是刻意隐瞒。他本就是敌国细总，家人尽属身在敌，自然不敢暴露身份。好，那你拿来定我母女罪名的这封密信，落款写的是何年何月？信上字迹清晰，落款年月俱全，是景龙5年4月，绝无差错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方才你说的所有话，句句属实，没有半句谎言是吗？自然属实。陛下，苏红方才所言，没有一句是真话。你胡说八道！陛下，他这是凭空污蔑呀！陛下，苏红所言前2件事，皆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哦，国师细细道来。臣与令贤自幼青梅竹马，邻里相伴长大。他家世清白，双人和善，族人满堂，根本不是什么孤儿。当年令贤早已与臣定下终身。臣当年外出游历期间，苏红贪恋他的容貌，不择手段强行掳掠逼娶，根本不存在一见钟情、光明求娶可说。可惜这么多年，臣一直以为令贤是另择佳配，近日才得知是被这无耻之徒强娶。不止如此。苏丞相说这封密信落款于景龙5年4月，可这个时间点，我母亲早已右手残废，经脉尽断，只能用左手写字，字迹生疏歪斜。而这封密信字迹工整利索，是完好右手才能写出的笔法。父皇，空口无凭，所谓右手残废无人作证，不足为信。陛下，人证在此，当年亲自为我母亲医治右手重伤的郎中，已被靖王血破，此刻正在殿外候旨，可当堂对证。传。草民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！平身。你且如实回答，当年丞相府沈夫人的伤势到底如何？回陛下，当年深夜，草民被请入丞相府为沈夫人治伤。沈夫人右手手腕经脉尽数断裂，伤势极重，筋骨受损不可逆，彻底废了，再也握不准笔墨。父皇，这不过是民间郎中一面之词，难保不是被人收买，刻意作假呀！二哥此言无理，这位郎中世代在京行医，家人门徒皆扎根京城，绝不会冒着欺君杀头的罪名刻意做伪证。反观苏丞相，满口谎言，漏洞百出，既不知沈夫人身世根底，又不知她身负重伤，笔迹大变，足以证明二人毫无夫妻情分。苏红，你从头到尾都在骗人，你不是一见钟情求娶我母亲，而是强行掳掠。我母亲不是无亲无故的孤儿，更不是什么敌国细作。当年我母亲被你逼迫，愤恨之下想了结生命，却没能如愿。也正是在郎中治伤时，她才得知自己已有身孕。这件事过后，你厌烦我母亲不肯顺从，便再也不曾踏入她的院路，连她受伤了都一无所知。你为了陷害我，刻意模仿我母亲年少时的笔记，伪造通敌密信，却偏偏写错了最关键的地方。陛下，
臣以国师之位，毕生名誉担保。沈令贤一生清白忠贞，家世干净，绝无半分通敌叛国之举。而苏红强抢两女，囚禁折磨，污蔑亡人，欺君罔上，又伪造罪证，构陷无辜，桩桩件件皆是铁证如山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够了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敢欺瞒？难道你还想说国师也被收买了？臣认罪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回陛下，没人指使臣。再不说实话，朕让你全族陪你一起上路。是二殿下。二殿下答应登基之后许小女皇后之位。父皇，他撒谎，儿臣冤枉，儿臣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？你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你以为你之前干的好事，朕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吗？刘喜，传朕旨意，罪臣苏红革除所有官职爵位，明日问斩，家眷一律流放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二皇子萧承泽构陷宗亲，搅乱朝局，即日起闭门思过，永世不得干预朝政。儿臣知错，谢父皇从轻发落。靖王妃，今日真相大白，你母女二人冤屈尽数洗清，再无半点污名。皇上明察秋毫，朕罚了，都下去吧。清渊，国师大人，这支玉簪是我当年为令贤准备的聘礼，也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无依无靠，是无根之人，在相府步步为艰，日日煎熬。如今终于知道，我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。是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。当年我与你母亲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，我们本已定下婚约，没想到苏红那个畜生。都过去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以为令贤过得很好。母亲她过得很辛苦。是我的错。当初如果我坚信令贤没有爱上别人，或许早就能发现真相。他一直都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，我却……如果母亲知道我们团聚了，一定会很开心。清渊，从今以后有父亲在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好。犯人苏红伪造证据，强抢民女，构陷皇族亲眷，罪大恶极，斩立决。清渊，要不要回避一下？不用，我想亲眼看着这一切结束。时辰已到，斩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生来就命好，我母女二人步步筹谋，最后却落得家破人亡、流放千里的下场？苏清渊，你别以为你就彻底赢了，你别忘了，二殿下根基未倒，靖王身上永远背着谋逆的污点，皇上这辈子都不可能真正信他、容他。你今日的风光都是暂时的，早晚有一天你们也会跌落泥潭，落得比我们更惨的下场。你们落得今日下场，从来不是天意不公，更与我无关。你们贪心不足，害人无数，自作自受。至于我的前路，就不劳两位罪人费心惦记了。清渊，这些都是我这些年收集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已经是最近送来的第4批字画了。
那这些呢？有没有爱吃的？都说血浓于水，果然亲生的便是不一样。从前在相府，我连一口热饭都难得安稳吃上，如今不过刚相认，父亲便事事惦记，恨不得把世间所有好东西都送到我面前。看来天底下确实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。王爷，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到，母妃对我好像从来没有过一丝温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柔妃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冷淡？或许是天生不合。后来我出事后，可能觉得我给她丢人，关系便更差了。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她对你的态度不像是母子不和，更像是厌恶和恨。难道……动作要快，1个时辰后要把钥匙还给父皇。希望能从这些后宫旧档、皇室生育记录中找到线索。王爷，你快看这里！柔妃与淑妃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产。没错，前后相差不足1个时辰。王爷是柔妃的孩子，那淑妃的孩子是？卷宗记载，淑妃产的是个死婴，刚出娘胎便夭折了，淑妃也因此抑郁成疾，骤然病逝。淑妃死的蹊跷，柔妃对你态度诡异，2人同日生产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当年的后宫一定藏着一件惊天秘事。王妃的意思是，这2个孩子可能被交换过。难怪我从小到大，母妃待我始终疏离刻薄，哪怕我战功赫赫，步步成长，她眼底也从无骄傲。眼下还没有实证，不必急着下定论。王爷，如今我们已找到足够疑点，我有一套办法可以查证你与柔妃是否存在母子血缘，结果绝对准确无误。但具体方法我无法告知于你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信你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接受。你只管查证便可。那还请王爷出去片刻。菜宝，我需要再做一次 DNA 检测。启动 DNA 比对检测，数据主入中，请稍后。最终数据确认，萧禅与柔妃无任何血缘母子关系。果然。结果怎么样了？王爷，你确实不是柔妃的孩子。原来如此。因为不是我的生母，所以她看着我长大，看着我立功成名，才从来没有半分欢喜。王爷，这么多年，你受委屈了。现在我们找到了根源，接下来便还原当年的真相。柔妃在后宫混迹多年，心理素质极强，普通的审问根本撬不开她的嘴。就算拿到证据摆在她面前，她也只会百般抵赖，死不认债。但她最怕鬼神报应，心里藏着亏心事，日夜都在惶恐。我们正好利用这个弱点，让她以为自己真的死了，到了阴曹地府。这人啊，一旦没了世俗的身份依仗，心理防线瞬间会垮掉。你说的对，只有鬼神之手能治得住他。今晚等他睡着，就让暗卫潜入寝宫，用迷针让他深度昏睡，再偷偷把他转移到废弃偏殿。我会让人扮成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，届时他自己就会主动把当年的所有真相全都吐出来。夫人真是思虑周全啊。话说，这件事是否要让皇上知情？我会给父皇送封信，
请他前来一看，若当真是他害了我的亲生母亲，我自然也要讨一个公道。那我们就开始行动吧。这是何处？本宫这是在哪里？阳寿已尽，魂归黄泉，此地乃是阴曹地府。不可能，本宫身体健康，何来阳寿已尽？你们是何人，竟敢装神弄鬼，欺辱本宫？你平生作恶多端，心藏滔天罪孽，天道轮回报应不爽。你心中藏的秘密，你亲手造的杀业，也该清算了。什么杀业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阴差面前，你还想狡辩吗？来人，把他拖下18层地狱！不要！我说，数十年前后宫同日双胎，你犯下何等罪行？如实招来，可免地狱酷刑。我说，救民去饶命，是我错了，全是我的错。父当年诞下的皇子，落地便没了气息，是个死胎。我不甘心，我入宫多年，步步争宠，若是无子，余生必定会失宠，任人欺凌。当日淑妃与我同日生产，她诞下的皇子康健现状，我一时贪念作祟，买通贴身宫人，深夜潜入淑妃寝宫，将我的死胎与她的孩子调换。那个被我害换来的孩子，就是萧诀。淑妃因何早逝？如实道来。淑妃不知患子之事，眼睁睁看着亲生孩儿夭折，悲痛欲绝，日夜郁结于心，自然早逝。所以萧诀其实是淑妃的孩子。没错，若是我的亲生孩子，我一定会宠着他，爱着他，让他好好长大。可惜他是那个贱人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好好对他？除了这些，你是否还犯下其他罪孽？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，如实招来。我养了萧诀数十年，看着他从孩童长成少年，战功赫赫，文武双全，人人都夸他是天之骄子。可谁又知道我的日日煎熬？他越是优秀，我就越嫉妒。凭什么淑妃的孩子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可怜的孩子却活不下来？我日夜惶恐，怕旧事败露，怕萧诀知晓身世，也怕自己一无所有。我恨他，我恨他抢走了本该属于我孩子的人生。所以我联合了二皇子，趁萧诀入宫探望我，下药迷晕他，偷走他的亲军令牌，让人复刻了一飞假令牌。是你伪造了令牌，让靖王亲军逼宫的，所以靖王从未做过谋逆之事。当然，那正直的家伙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这都是我一手策划的。够了！皇上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觉儿，是朕糊涂，朕错怪你这么多年，让你蒙冤受屈，日日隐忍，受尽旁人从未受过的搓磨，是朕对不起你。柔妃，你偷换皇子，祸乱后宫，残害忠良，桩桩件件罪孽滔天。来人，赐白绫，把他踢出皇室宗籍，永世不得入宗庙。再将已故淑妃追封为贤淑皇后。我争了一辈子，算计了一辈子，到头来居然被这种招数给骗了。二皇子萧承泽祸乱朝纲，罪证确凿，即刻打入慎刑司彻查。父皇，北境副统领王虎、都护陈勇皆是二哥安插的亲信，多次构陷儿臣与青衣。王虎已在北境之战中军法处置，陈勇尚未论处。此等奸逆祸乱边关徇私枉法，即刻革职下狱，以正国法。遵旨。
消绝苏青云，今日之辱我会记一辈子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上！诸位，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只要你们跟我合作，大西的城池良田、通商关口尽归你们所有。二皇子殿下，你现在自身难保，拿什么来许诺？上次跟你合作，我们可是损失惨重。这是大西边防部署图，我以皇子身份起誓，所言非虚。二皇子此话当真？战后尽数交割，绝不反悔。我如今一无所有，何来反悔可言？只要能要那2个人的命，整个大西我拱手相赠又如何？好，我们答应结盟。不过，殿下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，我只要萧绝和苏清瑶的命，其他的随便你。从前一心辅佐殿下，便是看中他行事果决，手段狠厉。本以为他登基之后能开创一番政绩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如今为了报复靖王，竟然连皇位、家国百姓都弃之不顾，实在是荒唐。启禀陛下，朔漠、北狄、西侨、南疆4国同时集结重兵，边境全线告急。陛下，4国重兵集结边境，眼看就要大举来犯。大西目前兵力分散，万万挡不住4路联军啊！臣恳请陛下割地求和，暂缓危机。割地求和太过屈辱，我大西将士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臣恳请陛下举国征兵，死守边境，与国土共存亡。够了，争吵无用。觉儿，你久经沙场，通晓兵事，如今4国合围，我大西身陷绝境，你可有应对之策？父皇，4路同时进犯，我朝兵力有限，分兵则处处薄弱，合兵则3边失守。一旦大战开启，战火蔓延全境，受苦的终究是天下百姓。儿臣暂无万全用兵之法。陛下，4路边境同步急报，4国联军已然正式出兵，全线推进，边境州县接连失守，我方守军节节败退。4路同时开战，萧承则当真歹毒至极，我怎么会有这么个逆子？陛下，局势危急，还请陛下速速定夺。觉儿，如今满朝文武，唯有你能领兵御敌。朕命你即刻统筹全国边防，调兵遣将，死守我大西国土。儿臣领命。阿珏，先喝杯茶吧。可是还在忧心边境战局。清渊，如今已是死局，大西兵力有限，若分兵驻守4境，每一路兵力都薄弱不堪，只会被联军逐个击破，蚕食国土。可若集中主力死守一处，其余3边州县便会彻底暴露在战火之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死伤无数。长久开战，国力耗尽，民不聊生，大西根基必将彻底崩塌。阿珏不必忧心，战事并非唯一破局之法，四面危局，我有不战而胜的万全之计。当真？你仔细想想，4国联手来犯，看似声势浩大，同心协力，实则各怀鬼胎，只为私利。除了之前和萧承泽合作过的朔漠，其他各国均与大西无世仇旧仇，更不是真心归顺萧承泽。他们甘愿被萧承泽利用，不惜出兵开战，归根见底，只是贪图我大西的良田、城池与财富。既然他们为利而来，我们便以利破局，以利留人。我打算举办一场万国农耕宴，邀请4国使臣齐聚京都。我们不与他们论战时比强弱，只与他们论民生，谈长久利弊。 4国野心勃勃，一场宴席当真能劝退100万联军。战争只能换来2败俱伤，唯有长久民生利益，才能真正打动人心。4国皆有世代难解的生存顽疾，这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，远比瓜分土地更加重要。届时我当众点破利弊，以实打实的惠民技术作为筹码，让明白与大西交好共赢，远比开战掠夺更加安稳长久。此法甚妙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圣之策。青瑶，你尽管放手去做，朝堂舆论我替你稳住。陛下，
臣昔有万全之策，可解四国合威之危，无需征兵开战，也无需割地求和。臣昔提议举办万国农耕宴，以农耕技术、改良种子、一平防治之法为筹码，劝四国退兵，签订互助盟约。娘娘，兵临城下乃是军国大事，自古邦交战事皆由朝臣处置，女子设宴会客，太过儿戏，万万不可拿江山社稷开玩笑。大人此言差矣。救国破局不分男女，只论利弊。如今开战则百姓受难，国力耗尽；求和则国土受损，国威尽失。而我的外交之策，可保国土无失，百姓无灾，国威长存。敢问大人，这般稳妥之计，何来而行？如今局势危急，无计可施，朕信你能力。即日起，全权交由你筹备万国农耕宴，对接四国使臣。娘娘，四国使臣请柬已全数送出，宴席陈设、礼乐、膳食皆已筹备完毕，随时可开宴迎客。无需刻意铺张，保持质朴即可。王妃，我们会成功吗？哼，大西看似繁华，实则外强中干。等我们联军一到，这里就会变成一片废墟。还设什么农耕宴？依我看来，直接投降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可不是。哼。殿下，四国使臣已入京赴宴，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。四国早已与我结盟，100万大军压境，岂是一场宴席就能化解？等他们假意应酬归来，便会大举攻城。哼，消绝苏清渊，你们的死期不远了。诸位使臣，今日朕设宴款待，希望能与四国化干戈为玉帛。大西这般大摆宴席，莫非是想提前为我四国联军庆功，主动求和？诸位使臣误会了，今日设宴并非求和，而是为诸位贬名利弊，规避灾祸。灭灾祸？大祸临头的不是大西吗？诸位不妨细想，即便四国联军侥幸攻破大西，瓜分国土，事后四国也必定因分赃不均起内讧。到那时，四国自相残杀，内斗不止，彼此损耗国力，死伤无数，最终只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，全无赢家。再者，我大西军民同心，举国死守，纵使联军远道而来，声势浩大，也必将付出惨痛伤亡，以万千将士性命换一时虚无利益，当真值得？如今我们已经出兵，此时退兵，可是什么好处都没有。没错，休要糊弄我们。与其两败俱伤，不如我们互惠互利。大西有先进的农耕技术，高产的种子，有效的疫平防治之法，这些难道不比几座城池更有价值吗？诸位使臣，我知道你们各国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朔漠土地常年沙化，良田稀少，年年颗粒无收，百姓食不果腹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北狄以畜牧为生，可今年牲畜疫病频发，牛马大批量病死，牧民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。你从何得知？西羌山地贫瘠，无耕种良田；南疆湿热难耐，山林瘴气横行，疫病多发，百姓常年受病痛侵扰，苦不堪言。这些都是你们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难题。我说的可对？确实不假，可那又如何？难道你有办法解决？没错，我确实能为你们解决这种难题。这是大西改良的抗旱高产种子，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，都能长出丰税的粮食。这是畜牧疫病特效药，能彻底治愈牲畜的疫病。只要你们与大西签订互助盟约，这些技术和物资都可以分享给你们。他所说的看起来不像假的。如果真的能解决我们的难题，确实比打仗划算。陛下，王妃娘娘，我们愿意与大西修好。当真？是的，陛下，
我们愿意即刻下令，边境大军全线退兵。大西二皇子为自己的私仇挑拨我们四国开战，连累无数百姓。现在看来，当真是恶毒。我们一时被挑拨出兵，也实在愚蠢。我们可以退兵，但王妃答应的也不能敷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大西愿意与四国签订长久农牧互助盟约。大校与四国达成如下约定：大校为四国的农耕技术、改良种子、疫平防治之法；四国与大校互通通商，睦邻友好。若有一国违背盟约，大校将与其他3国合力出兵，攻陷城池。青瑶，你做到了。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四国明明已经和我结盟，为什么迟迟不肯出兵？殿下，不好了！四国使臣已经与大西签订盟约，退兵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既然他们都靠不住，那我就自己来，召集所有死士，连夜进军京都，一定要除掉萧决和苏清银。开门！我要见父皇。二皇子，四国已经撤军，你还不束手就擒？少废话，让开！快让本殿下进去诛杀逆臣！萧承泽，你还不醒悟？真正的逆臣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。萧决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！王爷，臣愿意归降。魏延，你敢背叛我！你如今为了一己私仇，早已置江山百姓于不顾，这般心体，早已不配为君，更不配我再追随。萧承泽，你已经穷途末路了，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吧。我萧承泽竟然落到如此地步，我输得一无所有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萧决，我要你跟我一起陪葬。清源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二皇子萧承泽通敌叛国，谋逆逼宫，罪无可赦，赐死。钦此。罢了，难道真的是我自作自受吗？决儿，你半生蒙冤，受尽搓磨，却始终心怀家国，护佑万民。此番平定四国之乱，肃朝朝堂祸乱，功经盖世，德行无双，真亏欠你半生。今日下旨，立你为太子，继承大统，执掌山河。皇上圣明。父皇，儿臣心领。只是儿臣这半生，已看尽朝堂权谋，人心险，早已厌倦皇权纷争。儿臣不求九五之尊，执掌天下，只求山河安稳，百姓安康，只愿与星球相守度日，重回北境，守一方安宁。恳请父皇成全。你不愿意？还请父皇收回承诺。武帝同样治理远方，心怀天下，父皇可以考虑。罢了，朕已经对你亏欠太多，这次便尊重你的选择。靖王妃苏清妖安定天下，推广宫廷，消灭战乱，造福万民，功绩卓著，特封你为农圣夫人，卫同公主。恭喜农圣夫人！谢陛下隆恩。恭喜宿主，神农空间完成终极升级，解锁智能农耕机器人与生命之泉。终于通关了。青瑶，我们该走了。朝堂纷争落幕，天下山河安定，往后再无战乱激进，岁岁皆安。繁华京都非我所愿，北境安宁，岁岁相守，才是我毕生所求。